鬼啊鬼啊！鬼爷爷饶命啊！饶命啊！邪了，真是中邪了！哎，太上老君，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我说乡亲们，咱们总不能看着这个疯子这么喊下去啊，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哎呀，庞三儿啊，你不是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鬼宅呀、老辈们不是说过吗？谁沾上了是要家破，惹上了就要死人的。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我知道大伙儿都怕惹上晦气，可我庞三不怕，我去。出来了！呀！上去干什么？这又不是在院子里，过来帮忙啊！拦住他！拉鬼啊！拉鬼呀！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大胆！这位是永昌县令曾大人。哎呀，恕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起来吧，起来吧。谢太爷。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禀太爷，不知是哪来的失心疯子，一大清早便在这又喊又叫的，嘴里喊着无头鬼。无头鬼？对呀、一会儿喊无头鬼，一会儿又喊抓鬼，又什么天兵天将的。小人怕他喊脱力了，就把他给擒住了。是这样。这个房子是何人居住？哦，这房子啊是个老宅子，荒废了几十年了，没人居住。哦，大人，怎么了，何云？大人，你看这是什么？是他。是，这与官道上的马蹄印一模一样。凶手曾经在门前停留过。元芳，进院。真是不知厉害啊，竟敢闯古宅，日后必遭祸殃。什么必遭祸殃啊？九叔，你老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们，我怎么没见过鬼啊？你等一见到，那就没命了。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使魂耍横，祸到临头啊，后悔就来不及了。老糊涂。又是滴血雄鹰。这些尸体没有头颅，没有左臂，和以前一模一样。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为什么总围绕在江家庄附近？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元芳，这刀叫什么名字？回首夜行刀。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便于携带，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哦，
元芳，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大人，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可又说不出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第一，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对呀。第二，遍地鲜血，没有一个脚印，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大人，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在永昌县发生的2个案件，与河东、陇右、剑南3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元芳，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恩济庄，你去安排一下。是。九叔，哎呀，这我跟说过，我早就说过，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完，这下完了。九叔，谁不会放过我们呀？鬼，当然是鬼了。鬼？时隔60年了，他怎么又回来了呢？哎，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的。方根生，江南东道颍县人士。大人，您看，那疯子来了。你这老头儿，胡子好长啊！啊，我的胡子好玩吗？啊？你是太上老君啊，对，我就是太上老君啊！不，你骗我，你不是太上老君。哎，不骗你，我真是太上老君啊！你是鬼，你是无头鬼，鬼爷爷，鬼爷爷饶了我吧！求求你见过鬼吗？啊？鬼爷爷饶了我吧！哎，元芳，你们把他扶到厢房，好好安顿啊！走啊，去吧去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看来，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吊在院中的。哦，何以见得？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方根生，江南东道人士。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哦，对，学生愚钝。可是大人，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为什么？第一，如果我是杀人凶手，被人发现了踪迹，一定会杀人灭口，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第二，看他的形貌言语，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不像是被吓出来的。好吧，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这怎么可能呢？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这一切都证明
这个风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他想要在恩济庄中借宿，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以致道生混乱。这叫气迷心，也叫痰迷心窍，是假疯。您的意思是，他这个疯症可以治？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不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方根生，哪里人士？江南东道颍县人士。来永昌县做什么？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既然是到来亭县，应该走官道才对，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小人听说，穿过恩济庄背后的邙山，就到了来亭县。小人贪图路近，这才到了这里。那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非常安全，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啊！鬼，无头鬼！你看到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子？有人吗？小人方根生路过此地，是前来借宿的，求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饶命啊！大王！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小人当场昏死过去，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是什么？大人，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镗。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这个厉鬼就是于文成都。恩师，刚刚捕快说，过了西林，前面就是将军庙了。哦。仔细搜查。那边看看。到树后面去。元芳、曾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像是一只鸟啊！什么鸟？不，是一只鹰。这只鹰看着眼熟吗？大人，是滴血雄鹰。什么？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前隋名将的鬼魂？不，这世上没有鬼。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不知道。怎么了？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短短几天时间，永昌县境内连发血案，看来我这泾县县令是做到头了。依我看，发案并不可怕，只要你能破案，你的官儿就还能往上升。这几件案子蹊跷诡异，几日调查下来，竟毫无端倪。连恩师您亲自出马尚且如此，就不要说我这个学生。我看要破此案是难上加难呐。哦，为什么？不知怎么回事，学生觉得此案飘摇恍惚，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元芳，你想说什么？卑职和曾兄有同样的感觉，一种不祥的预感。哦，说出来听听。大人，卑职怕说出来于事无补，反而影响了大人的判断。但说无妨。那我就说一说。我知道
大人从不相信鬼怪之说，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连环相套，奇诡无比。正如曾兄所说，就像每一件事都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一样。那位官道上早已死去的所谓死者江小郎，前随萧果军专用的蹄铁，诡异无比的汉代宝马，将军庙树洞中那些死者的头颅和左臂，这每一件事都和几十年前发生在江家庄的血案惊人的相似，这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啊！因此你就认为一切都是厉鬼所为？卑职妄言，请大人恕罪。你也这么看吗？叶恩师洞察之细，推理之强，竟然找不出丝毫人为的破绽，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恩师还记得吧？上午我们在将军庙正殿基石上发现的那个图案，与血案现场的滴血雄鹰竟然一模一样。如此可怕的巧合，再精明的策划者也是想不出来的。所以学生认为李将军之言甚为有理。何大人，那你看呢？卑职不敢妄言，只是前随萧果军专用的蹄铁和汗血宝马，恐怕用常理来说是解释不通的。进来。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能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2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罢了，请他们进来吧。带进来。去掉铁锁。是。你们先下去吧。是。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恩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草民不敢，草民不敢。不是看在你2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草民明白。你2人选出1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1人补充。看什么看？还不快说！九哥，您说吧。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庞九公。多大岁数？今年78岁了。世居于此？正是。好吧，我来问你，这恩济庄与岗上的江家庄有何关系？回大人的话，恩济庄就是江家庄。哦，那为何改名为恩济庄？这说来就话长了。江家庄原来分为岗上与岗下，岗上所住都是江姓，而岗下所住都是庞姓。后来为何改名？60年前庄中失火，将江家人全部烧死，就剩下了岗下的庞姓村民。至此，江家庄才改名为恩济庄。哦，是这样。那为何失火？这草民就不太清楚了。不太清楚。
我劝你实话实说，免得皮肉受苦。草民真的不知道啊。我提一个人，也许你会想得起来。谁？江小郎。我看你这老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二位大人在上，草民不是不说实话，实在是不敢说呀。为什么？怕招来恶鬼呀！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以为这样就能搪塞本官吗？60年前，江小郎一家被杀身亡，尸体被人斩去了头颅和左臂，后来在西林将军庙的供台上被发现。4个月后，江家庄忽然着起大火，将庄中的江姓村民全部烧死。与此同时，将军庙也起火焚烧，尔等便庸人自扰，说什么厉鬼作祟、阴兵杀人，真是无稽之谈。大人您全知道了。怎么，你还不肯说实话？哎，罢了，草民就豁出去了。大人，您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草民2人就是青阳岗上那场大火当中的江家幸存者呀。哦，你不是姓庞吗？草民2人都是江姓的后生，当时才18岁。起火的那天晚上，草民2人在岗下贪玩，就住在一家庞姓人的家中，这才逃过一劫呀。原来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改姓庞呢？扶他们坐下。是。来，坐吧。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这要从江家庄的来历说起了。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我们江姓的族长江小郎，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江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成都勇冠3军，乃沙场之悍将啊！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于是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找到江小郎。你是什么意思，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你到底想说什么？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你要陷我于不义。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不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
好，我答应。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卫士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江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说明了前事。宇文成都深为感动，不但重赏了江小郎，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将军，我明白了，这个江小郎真是好深的心计啊！江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是啊，当时窦建德重重赏赐了江小郎，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江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江小郎非常惊恐，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据老人们说，将军庙就是江小郎亲自率领江姓族人所建，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想来是这个江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好了，你继续说吧。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江小郎率部下反正，投入了右卫麾下，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3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江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江姓契属，建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庞姓的流民，因此江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江姓，岗下是庞姓，江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哦，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江家大院。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就是江家大院？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太可怕了！
江小郎为什么要将江家大院建在岗下呢？父亲说，他是为了躲避宇文成都的鬼魂来寻仇，因此才把家建在庞姓聚集的岗下。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过厉鬼的追杀呀。你见过江小郎吗？我从来没见过他。哎，他不是你们江姓的族长吗？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自从建庄之后啊，他几乎从来没在家住过，因此除了江姓的老人们外，真正认识他的人呢，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江家大院被杀的30多口人中有他吗？当然有了。正因为他忽然回到了江家庄，所以厉鬼才会动手的。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江家人的头颅和手臂被供奉在将军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呢。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杀死了江小郎和所有江姓族人的。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是啊。你敢肯定？当然了。连岗下的庞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此言一经传开呀，那江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江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恩师，我全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前夜死在江家大院的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江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真想不到，时隔60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2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2位就请吧。那草民就先告退了。怎么，他们都走了？是啊，感觉怎么样？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元芳，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难道我真的错了？不，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恩师，您见到皇帝说什么呀？
这你放心，对付皇帝我还是有心得的啊。大人，哦，元芳，剑南陇右河东三道送来了有关滴血雄鹰案的详细资料。哦，怎么说？资料上记载，这3个地方发生的血案，死者和这里一样，都是被人斩去的头颅和左臂。和这里一样？为什么？难道剑南、陇右、河东三道也有类似江小郎这样的情况，才招致恶鬼前来报复？大人，宇文成都死后，他的部下散落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看来这个恶鬼还不太好对付啊。哦，对了，元芳，有件事情你要去办，请大人吩咐。你马上到国史馆找到负责修撰隋书的秘书少监郝大人，调集所有有关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父子以及前隋萧果军的隋代史料，我晚上要用。是。华英兄，哦，简直！怎么你也要进宫？本来是要到观风殿奏事，可内侍传旨说，皇帝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刚刚睡下。看来我来的不巧啊。小弟本来想回府，正好看见兄台的官轿向提相门而来，因此特意在此等候。你我2人虽同为宰辅，但一守内史，一守英台，相见机会无多。今日恰逢，该当好好轻谈一番。言中有骨，你是有话对我说啊？李怀英果然了得，一目洞穿人心。今日皇帝不能听政，我想最清静的就应该算是朝房了。你我2人到那里一叙如何？正合我意。请。还是老规矩，阁房议事，阁老请。哎，阁老请。哎，阁老资深位重，权掌中枢，理当先行。哎呀，阁老身负重望，门下充要，还是阁老请。一番繁文缛节，你我兄弟何须如此？请。好，请。正是。前夜皇帝又被恶鬼缠身，差一点儿就玉龙宾天了。简之啊，你今日之所以来观风殿奏事，实际用意是来探探虚实的吧？狄公神算呐！难道宫中真的闹鬼？听说前夜皇帝急召国师王之远进宫，命他驱鬼镇魔。结果呢？世上岂有鬼灾？所谓鬼怪都来自人的内心。王之远之流在军前妖言惑众，不过是博取信任罢了。简之此言深合我心。不过，皇帝为什么会连连发病呢？这还不明白？大限将至。不像。前几日我为皇帝诊脉，皇帝的脉象可是洪博有力的很呐。哎，这些都是假象。怀英兄，请想，一个身强体健的人，怎么会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前来搅扰呢？这分明是皇帝龙体羸弱，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才会屡生幻象啊。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看到的都是幻象？这是当然。以此看来，皇帝时日无多了，你我弟兄也要做好准备。此言何意？怀英兄，这是明知故问了。我知道，你是想趁此时机扶太子正位，还礼堂神器。正是。我已经想好了，一旦皇帝宾天，我立刻命军中卫士严守宫门，密不发丧，而后率兵剿灭武士宗族，扶太子正位。而今朝中重臣有很多是兄长的弟子门生，只要怀英兄振臂一呼，众臣会立刻响应，则大事可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又何尝不想如此？然而，怀英兄还有什么疑虑吗？现在不是时候。哦，为什么？以我看来，此事定有蹊跷。蹊跷？以我的观察，皇帝远远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他头脑睿智，言辞锋利，条理清晰，绝不像是个将死之人表现出来的状态。简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落入他人构中，你我送命是小，陷太子于死地，那就是万死莫赎了。而今天下能封礼堂正朔者，已经是凤毛麟角。因此，你我一定要谨慎小心。可是武三思已经动起来了。哎，梁王者匹夫也，让他先动起来，我们在暗中观察。只要控制住了李多祚、敬辉、桓彦范这些禁卫军首领，就不怕武三思会翻天。如果皇帝真的宾天了，我们立即部署行动也不为迟。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埋伏，动的是武三思而不是我们，太子也会平安无事。有道理。怀英兄，目前圣宫状况不明，小弟有一事相求。你想让我进宫去看一看端倪？你与皇帝的交情非比寻常，只有你能胜此人。我正要进宫面圣。好。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啊！皇帝宾天了！哎呀！太医，怎么回事？国老皇帝宾天了！都给我住嘴！冯太医，把皇帝扶起来。哦。春香，拿靠垫。是。国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春香，去拿参汤。是。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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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临睡前都吃了什么？只喝了一碗安神汤。安神汤？喝一碗安神汤怎么会如此昏迷？这咱家就不知道了。药丸呢？在地上。哦，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我要为皇帝诊病。是，陛下，陛下，陛下。封太医，你知罪吗？国老，此话从何说起啊？哼，皇上明明是闭气引起的昏厥。你身为太医，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不忘不切，不诊不断，竟然在殿上高喊什么皇帝宾天了！你是何居心？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惊恐过度，脑海里一片空白，绝对不是有心做这等逆天之事，望国老明察呀！谅你也不敢做这种大逆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救过皇帝的份上，项上的人头恐怕早就搬家了。还不快下去啊！是。陛下醒来，陛下醒来。怀英，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朕醒了？是陛下的脉象告诉臣的。坐吧。臣不敢。坐吧。谢陛下。陛下好些了吗？好一场噩梦啊！本想白天睡觉不会被恶鬼所扰，可想不到这一场噩梦竟险些要了朕的性命。怀英啊，亏你及时赶到，看来这些恶鬼不把朕折磨致死，是不会罢休的。臣听说陛下前夜急召国师王志远进宫，他有什么办法吗？怀英，你是怎么知道朕病重的？臣并不知道陛下染疾，臣此来是找陛下奏事的。朕现在这个样子，连命都保不住了，哪还有心思听政啊？以后再说吧。宫中恶鬼作祟，宫外冤魂猖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宫外冤魂猖獗？陛下已经身心疲惫，臣以为就不必以这些琐事来烦您了，以后再说吧。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永昌境内发现无头厉鬼，有许多人被他杀死，村民惶惧不已。有这等事？正是。而且有人亲眼见到了这个无头厉鬼。长得什么样？身披重铠，手提金堂，项上没有头颅。怀英，现在你该相信这世上有鬼了吧？
微臣还是不信鬼怪之事。哦，臣以为所谓宫中厉鬼，宫外冤魂，不外乎2种解释：第一，乃是人心所生的幻象；第二是什么？第二，乃是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烟幕。你指的是谁？这个微臣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世上绝无鬼怪之事。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是庸人自扰，无病呻吟了？臣不敢。罢了，朕不能强迫你相信有鬼，可你也不能强迫朕不信。你我君臣2人，如此罢了。陛下，臣此来就是想告诉陛下，臣已经有办法抓住永昌境内的那个无头厉鬼。你开玩笑吧？陛下，如果臣能证明这个无头厉鬼乃是人之所为，那陛下您……我从此就不再提鬼。那如果你说的这个无头厉鬼要真的是鬼，臣愿以死谢罪。君前无戏言。臣愿立生死状。好，朕就封你为抓鬼大臣，使职差遣到永昌办案，圣旨即刻下达。臣谢陛下隆恩。立右屯尉，乃上至亲勋尉帅。开皇3年，本皇帝即骁卫与过一军，并为效果尉，见军中壮士充任，以血鹰赐左弼。血鹰，血鹰，滴血雄鹰。开皇6年，大将军袁胄反，为文皇所知，着其庐，斩其左臂以记大都，效果为随律赐。着其庐，斩其左臂以记大都。好，元发，进来。来，大人，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是啊，我在这本《开皇实录》当中找到了滴血雄鹰。真的？
书中记载，隋文帝杨坚在开皇3年，将骁卫与果毅军合并，组成了骁果卫，挑选军中壮士出任士卒，在其左臂上刺上一只血鹰作为标志。血鹰？就是滴血雄鹰。哦，我明白了，这就是西林将军庙正殿基石上为什么会有雄鹰花色的图案。这滴血雄鹰就是骁果卫的标志。厉鬼杀人后，在案发现场所绘的滴血雄鹰的标志，就是告诉人们，他就是骁果卫的领袖宇文成都。这本书中还说，开皇6年，骁果卫大将军袁胄造反，隋文帝杨坚将他抓住，斩下他的头颅和左臂，以及骁果卫的大旗。从此后，骁果卫便以此作为一种仪式，凡是遇到背叛之人，便斩下他的头颅和左臂，以示惩处。斩下头颅和左臂，是骁果卫的仪式。看来宇文成都的厉鬼就是沿袭了骁果卫的这种残酷的仪式，将背叛他的人杀死，然后斩下头颅和左臂，以奉血食。如果说官道和恩济庄的血案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话，这本《开皇实录》当中绝不会有半点虚言。大人，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案子的每一步都这么若合符节，毫无破绽，难道这真是一桩诡案？我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这样吧，明天我们再访恩济庄，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无头厉鬼。这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家砍下了脑袋，这厉鬼怎么跟咱们村干上了？让开！这王五让开！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前天被你们找去问话的叔公，昨晚被无头鬼给杀了。前天夜里，他们要是不和咱们说那番话，恐怕就不会死。看来，这个恶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姓姜的人。哎，那位九叔呢？啊，九叔，我一天都没看见他了。哎，大伙儿看见九叔没有啊？没有啊？看见没有？没看见呀，没看见。走，快走！九叔啊，九叔，无头鬼，无头鬼，无头鬼。九叔啊，你还好吧？无头鬼，无头鬼，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呀！他要杀了我。九叔啊，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啊，无头鬼，来人啊！有，将九叔扶到我下榻的正堂。是。今天晚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无头厉鬼是个什么样子。无头鬼，无头鬼，这鬼太爷，太爷，救命啊！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几十年前，岗上姜姓人家一夜之间被厉鬼杀光，没想到现在这恶鬼又回来了，求太爷救救小人们的性命吧！乡亲们，本县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啊！此案是厉鬼作祟，这大家都听说了吧？阴阳有别，我这个阳间的官管不了阴间的事。
太爷，求求你别走，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恩师，这乡亲们，听我说两句。你也是当官的？乡亲们，我在这儿给大家下一个保证，不管这个杀人凶犯是人是鬼，我一定把他抓捕归案，明正典刑，给死者一个公道，让乡亲们放心。哎，你是谁啊？敢夸这样的海口？哎，连县太爷都管不了的事儿，你能管吗？大胆！怎么能这样和大人说话？哎，你放心，我说过的话就是铁板钉钉，我说能管就一定能管。大人，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否则草民们不敢相信呢。对，你是谁呀？凭什么说这样的大话呀？是不是觉得我们乡下人好骗，说大话糊弄我们呀？对，是不是这样啊？大胆大胆！你们想造反不成？那好吧，曾大人，你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乡亲们吧。恩师，这但说无妨。乡亲们，这位就是当朝宰相狄仁杰，狄大人。宰相，宰相能到咱们这小破村来？哎，什么叫宰相啊？哎，你可真没见识，宰相就比皇帝小一级，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比咱们县太爷的官还大吗？哎呀，10个县太爷也顶不上一个宰相。真的，这么什么官啊？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将恩济庄之事奏明皇帝，皇帝封我为抓鬼大臣。从今天起，我就要在这恩济庄中抓鬼。公主，国师呢？正在里面等着公主。好，公主请。师兄，别来无恙啊！啊，承公主挂念，只愿一切安好，请坐。怎么样了？公主真是人中龙凤，女中豪杰。从此时一开始，每一个步骤都在你的预料之中。下面，你打算怎么办？一切都按计划行事。你的人都准备好了吧？一旦皇帝宾天，我哥哥和武三思争斗一起，我们就要马上动手，绝不能有丝毫迟疑。请公主放心，只听公主一声号令。
大人。看来我真的是错了。大人，元芳，有事吗？卑职是来向大人辞行的。什么？卑职无能保护大人，在厉鬼面前竟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次，面对厉鬼，我们都失去了勇气。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九叔的安全，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厉鬼斩下了他的头颅。我狄仁杰愧对恩济庄的乡亲们。大人，是卑职无能，请大人准许卑职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元芳，还记得突厥使团遇害一案吗？你身遭渊县被人追杀，大小恶战数十场，身负重伤，可你从来没有屈服过。为了自己的清白，你甘冒大险来到将帐见我，这是何等的勇气！可今天面对厉鬼，你却萌生退意，真是让我感到惊讶。大人，卑职是下级军官出身，靠刀枪挣出的功名，不管多么恶劣的环境，多么危险的情况，卑职从没有恐惧过。可是这一次，是啊，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不是人，而是鬼。大人，不是卑职忍心要离开大人，而是幽冥之事，卑职真的无能为力。今天晚上竟然是大人拔出了卑职的宝剑，卑职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恩济庄的百姓和皇帝面前都夸下了海口，声言自己能够捉鬼。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世上会有鬼。可是我错了，现在看来，发生在4道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就是一桩幽冥立案。明日大人便可对村民们讲明，幽冥之事并不是可以说清楚的，这不是大人的过错。就是百姓们肯放过我，皇帝也不会放过我。他已经下旨封我为抓鬼大臣，如果我无功而返，他会怎么样？君无戏言呐！元芳，我们是不是想自己想的太多？
什么无能为力，什么君无戏言，我们何尝替那些被厉鬼无辜杀害的村民们想过？我们之所以在厉鬼面前失去了勇气，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越做越大？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自己想的太多了？元芳，我觉得你我都应该找回过去的勇气。大人，我明白了。元芳，我想求你一件事。大人，您说。这一次，不管你我二人的结果如何，我们都要替恩济庄的百姓除掉这个无头厉鬼。哎，曾太呢？在东厢房。哦，曾太，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内卫。什么？不是吗？你就是内卫。左臂，左臂，你立即把曾太找来，我们马上回神都，连夜再看官道。是。内卫，真的是内卫。所谓死者江小郎，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左臂？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梅花刺青。这就对了。本来我已经认定此案为厉鬼作祟，可是一道灵光照亮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左臂。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这条官道直通神都，非常繁忙。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路上就没有车辆。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辰时开启。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什么？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据。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官道旁的墓碑。墓碑有什么奇怪的？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勘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腰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大人，卑职……为神惧鬼之心，人皆有之。在没找到这块腰牌之前，我也几乎相信了厉鬼作祟这一推断。可是最细微的细节，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一块内卫腰牌令我拨云见日。学生万分惭愧。你也不必自责了。此案设计之奇，真是亘古未有。从各个细节入手，将人引入幽冥之境，真可谓是大师的杰作。只可惜大师碰到了大人。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可是恩师，难道恩济庄中死去的那3位老者也是内卫？绝不会，这个案子另有蹊跷之处。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江家庄中的血案。